眼前的生物是一个外星人，可他的身高却只有米粒大小。为了表现地球人的友善，静香带来了他的玩偶屋让帕比暂住。别看这套房子粉嫩嫩的少女风，但对于米粒大小的帕克来说却是恰到好处。静香虽然没能圆了住进玩偶屋的梦想，却在帕比这里得到了满足。可静香的梦想就是大雄的任务。小多拉拿出缩小灯，将三人纷纷缩小成了跟帕比同样的大小。他们无以为之的事情，却让帕比感受到了漫长孤寂后收获同伴的美好。他将这份陪伴视为珍宝，并将三人请进了房间。人类往往会对从未触及的领域充满好奇，而静香也看着浴缸充满了期待。小多拉承诺会对房子进行改造，通水通电。帕比也希望他们可以随时光临，增进友情。为了让帕比不会太孤单，静香带来了他的玩偶，配上小多拉的机械玩，就会是行走于房间中最亮的牛仔。而缩小后的另一个好处，便是一片小小的水果，便能满足众人的口腹之欲。看着因贪吃弄脏嘴角的帕比，静香体贴地为其擦拭。可帕比却在这时对着静香喊出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，而那个名字众人并不熟知。通过深聊，众人知道了一个惊天奇闻：帕比目前8岁，但却读完了大学，这在地球绝对算得上人中龙凤。可在遥远的皮利卡星上，这些事却如同饿了就要吃饭般寻常。如果自己有欲望，甚至可以10岁就参加总统竞选。如此比较，地球人活得或许还算轻松。娱乐结束后，静香也要去上钢琴课了。可万万没想到，静香刚走，就有2名大汉不请自来。他们一进门就诉说着小多拉的不是，因为他没能遵守前来拍摄宇宙大战争的承诺。然而这席话却引起了刚经历完战争的帕比的担心。不得已，大雄将帕比的存在介绍给了虎父2人。有了现成的素材，小夫也对自己创作宇宙大战争有了自信。他们重新布置好场景，然后借助缩小灯将自己缩小成跟帕比同样的大小。这样一来，就仿佛自己身临其境到了宇宙中的某个基地，也大大促进了拍摄的方便程度。他们钻进越野车，准备拍摄外星球速度与激情。然而就在几人扮演各自角色之时，沉浸在思念家乡忧愁中的帕比却看到了惊人的一幕。与此同时，一艘宇宙战舰出现在了众人头顶。可几人在感叹之后，发现这艘飞船并不是他们之物。结果下一秒，飞船发起了攻击，肆无忌惮攻击着几人辛苦布置的场景。眼看大雄身处包围圈，关键时刻，帕比驾驶着越野车救下了危难中的大雄。他们驾车一路开向了公路，在卡车之下走位躲避。可战舰就没那么幸运了，仅仅是两者间缓慢的对撞，战舰就出现了故障，有坠毁的危险。为了可以休生养息，战舰只好暂时躲进了后山。虽然几人在这场意外中得以生存，可帕比对自己身份的隐瞒还是引起了众人的不悦。原来这艘战舰正是为了抓捕他而来。不久前，他的故乡遭到了反抗军的偷袭，出其不意间夺取了政权，而反抗军不择手段烧杀掠夺。他们的首领是个老谋深算的恶魔，之所以会对帕比穷追不舍，是因为帕比正是皮利卡星的总统。所有的疑惑被解开，剧场版胖虎也上线了。他承诺会用自己的双拳守护帕比这位朋友。在这一瞬间，所有的不安不翼而飞，只剩下勇往直前的坚强。